压抑最好的位置就是长在对手战斗机上。这句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的话，可以完美概括美国空军在21世纪的发展。自从进入喷气式时代，在美军服役的战机中，没有一款带压抑的。从 F-104、F-105 到 F-4、F-5，再到 F-15、F-16，以及最新的 F-22与 F-35，皆是如此。对此，有人认为是压抑的缺陷导致美军不想使用，也有人表示只有动力不行的战机才会使用压抑。二者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美军不使用压抑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压抑这东西，美军已经玩了很多遍了。F-4、F-5、F-16、F-18，甚至是 F-35都有压抑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压抑版美军战机，以及为什么美军不使用压抑。虽然战机不使用压抑，但美军一直都是一个狂热的压抑派。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机基本都有压抑版，而且性能比原版更强。比如压抑版 F-4、YF-4E 就是美军电传操控技术的先驱。最初的时候 ，YF-4E 并没有配压抑，主要用于测试机翼前缘的缝隙，可以增强飞机在高迎角下的抗失速能力。1968年5月14日 ，YF-4E 进行了首次飞行。之后在 F-4E 上使用了这种缝隙设计。YF-4E 还被用于测试飞控电传系统。20世纪70年代，美军进行了生存飞行控制系统计划，在 YF-4E 上安装了3轴模拟电传操控系统，在密苏里州的麦道工厂进行了飞行。在测试中，飞行员以杆和踏动形式发出指令，计算机则以此控制飞机，自行调整至最佳操控路径，从而提升飞机的机动性。YF-4E 带压抑的版本则是最后的测试，主要是用于提升 F-4的机动性。彼时的美军认为自己的电传系统已经可以驾驭压抑布局的复杂控制要求，于是给 YF-4E 加了一对压抑与前缘缝隙，测试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事实证明，压抑的确好用，改进后的 YF-4E 机动性超过了基础版的 F-4，但问题在于可以使用不代表可以精确操控。最终，美国军方并没有采用这种压抑版的 F-4。在 F-15的型号中，美军同样推出了压抑版。20世纪80年代，美国空军愈发重视战机的短距起降能力，并明确要求战机可以在机场被毁，从长度仅600米的跑道起降。这不仅需要调整飞机的启动布局，也要对动力系统进行改进。于是就有了 F-15B SMTD， 加装一对全动压抑，发动机也升级为2维矢量喷口，以验证短距起降技术，并改进机动性能。1984年，美军对 F-15B SMTD 进行了飞行测试，自身动力的提升加上压抑赋予的额外升力，使得这款战机的升力显著提升。测试结果表明，相比较原版 F-15， 起飞滑跑距离缩减了 25%， 可以在500米的跑道上降落，机动性提高了 6% 到 7%， 航程提高了 13%。F-15B SMTD 的短距起降能力、低速的可操控性以及滞空时间的延长，让海军陆战队很是心动。但最终这款压抑版的 F-15还是无法达到海军陆战队的要求，仅作为美国在压抑领域的技术储备。此外，作为美国最出名的4代机 F-16 同样也有压抑版，不仅长得帅，还能横着飞。F-16 加装压抑的时间很早，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相关测试，分别是 YF-16CCV 与 F-16AFTI， 其中 YF-16CCV 于1975年改装完毕，在机腹的进气道下方安装了一对全动式压抑，并修改了飞控系统，允许机翼后缘副襟翼与全动平尾联动。YF-16CCV 的垂直压抑主要为飞机提供侧向的直接力，从而实现各种非常规机动。比如横着飞，飞机的机动有很多的耦合现象，比如转弯前要先滚转，提高高度要先拉机头。但装备垂直压抑之后， YF-16CCV 不需要这些耦合现象也可以进行机动。比如侧转，可以理解为汽车不侧倾就直接转弯，在维持航线不变时，机头可以任意左右指向攻击。实际作战时，飞机可以绕着目标转圈，机头始终指向目标射击。想要提高飞行高度，飞行员拉机头的幅度也可以小很多。F-16AFTI 算是 YF-16CCV 的升级版。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知道随控布局等新技术对战机的性能有多大提升，美国空军飞行动力实验室进行了先进战斗机技术集成项目，成果就是 F-16AFTI， 气动布局与 YF-16CCV 类似，
在进气口下方加装了2片全动压翼，二者的机动能力并没有很大的差距。不过 F16FTI 还是飞行员头瞄的验证机，并另外加装了一套语音指挥反馈的声控交互系统，飞行员可通过语音直接操控航电系统。虽然性能有限，但效果还是不错的，识别率达到了 90%。 F18 大黄蜂在升级时也差点加装压翼，变成超级大黄鸭。美军的 XB-70 女武神超音速轰炸机也是压翼，在同等动力的情况下，带压翼的轰炸机载荷更大，航程更远。俄罗斯的 T4 轰炸机也是压翼布局。美军的 X 系列验证机中也用很多采用压翼的飞机，比如 X-29。格鲁曼公司曾在 F5 的基础上研发2架 X-29， 由 NASA 和美国空军进行联合测试。X-29 压翼主要是配合前掠翼，定位类似俄罗斯的苏47金雕，道格拉斯和波音的 X-36， 波音和 DA、RPA 的 X-50， 洛马车友工厂的 X-59 都是压式布局。问题来了，美军测试了那么多的压翼，为什么没有在现役战机上安装呢？就以上这些消息来看，压翼带来的好处很明显，拉出涡流，提高升力。在进行大机动动作时，压翼可以为飞机带来额外的抬头力矩，增加机动性。至于美军为什么不用，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最常见的就是操作难度的问题。压翼的优点很多，但缺点呢也很明显，操作难度高。压翼飞机在不同的飞行姿态中，压翼产生的涡流在主翼面上产生上洗、下洗效应，对飞机的升力影响较大，操作难度很高。单靠飞行员根本无法完成最佳飞行路径，即使配备压翼也无法有效利用。就比如之前提到的女武神轰炸机，在进行跨音速飞行时，压翼的确起到了很好的稳定作用，但是在3马赫之后，由于飞机升力中心后移，前置压翼又很难进行相应的多面调整，因此会发生抖动的情况。想要发挥压翼的优势，需要先进的飞控系统与电传操控系统，但问题在于电传操控系统成熟的比较晚。在美国这边，早期的 F15 还是机械操纵，早期的 F16 则是半机械化的模拟式电传操控，不使用压翼很正常。目前采用压翼的飞机都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制的，比如瑞典的鹰狮80年代开始研制，1993年才投入服役。台风、阵风更是21世纪服役的4代机。所以美军战机不使用压翼，的确与电传操控系统不成熟有关系，但不是根本原因。现在都21世纪了，如果美军想要使用压翼， F15、F16 的那些压翼版早就可以服役了。就火力军而言，美军不使用压翼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发展路线以及武器迭代升级的缘故。20世纪50年代末，美军推出了 F104、F105， 法国那边推出了幻象3，苏联则是米格21，幻象3与米格21属于三角翼，而美军飞机是常规布局。在这个阶段，虽然这些战机的启动布局有区别，但目标是一样的，追求高空高速，并且同样都有些偏科腿短。3代机的发展路线延续了2代机强调的速度、使用声线以及操作高度等方面。同时在这个时期，空中格斗弹逐渐取代机炮，成为主要的空战武器，比如 AIM-9 响尾蛇和苏联的 R-73， 超视距作战的趋势已经出现。也就是从这儿开始，苏联的科技树就开始歪了。最典型的就是米格25，给不锈钢制成的砖头装上发动机，而 F4 依旧是常规布局，改进了2代机中的一部分缺点，各方面的性能较均衡，不仅空战格斗好，对地攻击能力也不弱。而且在这个时期，各国放弃了对高速、高翼负荷的设计追求，开始拓展飞机在不同高度与速度下的运动性，引入线传飞控与静不稳定的设计概念。等到美国开发 F15、F16 时， AIM-120 这种中距弹也正在路上。美军认为在未来的空战中，空中格斗的情况会越来越少，而压翼最大的优点就是提升升力与机动性。当飞机需要做高强度的机动，比如上扬、小半径盘旋等动作时，压翼布局飞机的前翼和主翼上都会产生涡流，两股涡流之间相互耦合增强，产生的升力比常规布局更强。但问题在于中距弹出现后，压翼所带来的优势缩小，并且美军的飞机也不缺升力，压翼根本没有必要。加上当时技术并未彻底成熟，依旧会出现飞控事故。于是 F15、F16 依旧是常规布局，开始布局未来战场。同时期的苏联因为航空技术落后，开发了单纯追求飞行性能的战机，也就是米格29，追求战机的高亚音速机动性、加速性以及爬升性能，瞬间转弯性能非常强，与苏霍伊的苏27形成高低搭配。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在开发台风，分家之后，法国开始研发阵风。
二者都是压抑三角翼布局，原因也很简单，发动机动力一般，想要获得更好的机动性，最好的选择就是压抑。同时，压抑也能弥补三角翼低速机动性较差的缺点。进入4代半战机后，战机的航电与电站系统大幅升级，可以携带中距空空导弹进行超视距攻击。压抑带来的近距离格斗能力几乎为零，至于升力的增加，美军也没看上。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军的发动机足够好，那使用压抑是不是可以锦上添花，升力是不是更好？载荷与航程也可以进一步增加。事实的确如此，但美军现有的战机大部分都是在压抑技术成熟之前开发的，再去改装太麻烦也太费钱。从另一个方向考虑，美军的飞机已经足够强了，变得更强起到的作用不大，难不成还能去打外星人吗？此外，增加压抑也会对隐身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战进入超视距作战后，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命中就成为绝对真理，于是战机的隐身能力也被提了出来。隐身的原理就是降低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飞机表面除去光滑，而压抑的存在会降低隐身的能力。F2与 F35这种5代机自然不会选择压抑，有 F119与 F135就算是常规布局，照样超音速巡航。至于俄罗斯的后续战机，只能说断代了。在近距格斗方面已经无法取得更好的成绩，隐身又无法得到突破，只能选择延续之前的设计，升级雷达、导弹，比如苏57追求机动能力，隐身能力大家看看就好。所以让火力军来说，美军在战机领域选择常规布局，并非固步自封，只是因为中距弹的发展以及追求隐身能力，压抑显得多余而已。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军不选择压抑还有哪些原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